欢迎大家来到龙门阵。今天我和邵阳呢聊一聊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以及明天白天可能发生的一个大事儿。邵阳，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当然是，我就想起这个以前传统京剧《沙家浜》里面有一句叫说："好啦，不好啦，阿庆嫂和沙奶奶打起来了。"啊，现在的确看到以色列在没有预先给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呢，他就发起了几波的攻击行动，是重点是在于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和他们的核设施。那么其实从这件事情要怪，当然责任全是在美国。哦，不，我是学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讲法哈。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全部要怪伊朗，为什么？因为早在2023年的10月7号，由哈马斯发动的那一起的恐怖袭击，它后面就是伊朗在撑腰。从那件事情发生过以后，你可以看到伊朗一直在扶持地区性带领人，包括我们之前所讲到过的胡图，胡塞武当这些的民兵，也包括了哈斯巴拉在黎巴嫩的这些真主党民兵，这些都是不断的在10月7号以后在对以色列进行攻击。他们要么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攻击，要么就直接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边境来挑起事端。那么这些本身来说，我们已经知道，在之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已经交手过一个回合了，但是那次似乎只是以色列去攻击伊朗的他的这些导弹基地啊等等等等。这次不一样，这次他们实际上我看来已经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同时情报掌握的非常好，以至于呢，首先他的斩首行动是非常的成功，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空军司令干掉了，把他们的总参谋长干掉了，把他们那个总司令给干掉了，同时也干掉了2位顶级的核武器专家。这个本身来说意义非常的明显。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把伊朗的核设施给干掉，第二要把这些他们武装力量的首领干掉，以至于他们无法来还手。迄今为止从我掌握的消息呢，光是第一波以色列就出动了200多架次的飞机进行空袭，而整个以色列才只有280架的飞机，所以基本上是倾巢出动来进行第一波的雷霆打击。当然，后续还有其他的打击，而伊朗那边被打懵了，被打残了，所以才据说出动了100架的无人机来进行攻击。显然两边这个反应的力量是不对称的，这也体现出来说，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有在武器上面的优势，第二，他们在情报上面也有优势，以至于呢，这完全如果是从正规军对正规军来打，而不是说要去搞什么恐怖袭击啊，来屠杀平民啊，那么很显然是以色列是在上风的。其实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有一个地方是说美国的态度啊，邵阳，我觉得等一下你也可以展开说一说。川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当时的询问以色列有给美国一个 heads up 吗？一个提前打个招呼吗？川普的反应说什么打招呼？这事情我们一直就知道只是说我们没有直接介入。基本上这个态度，这次军事行动是完完全全由以色列自己发自主，自己去掌控，美军没有提供任何至少说军力上的支援。但是情报上呢，因为他们美以本身是一个盟友，共享情报也没什么可说的。总之就是说，川普其实早在60天以前的时候，曾经非常坚定的，我们给你60天的限期，跟我们谈，如果谈不好的话，你们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你们伊朗核武器的这个事情是想都不要想这个事情后来60天，刚好昨天晚上还真的就是60天，那以色列就这么打了。我觉得其实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的。我看今天在国会山的很多这种国会
的领袖们也都其实纷纷的交口称赞哈，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而且甚至说很多人，西方世界也表明，其实挺应该感谢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把这个事儿给做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以色列来讲，虽然这是一次完美的进攻、完美的奇袭，非常其实令人惊愕的一个精确的配合和这种周密的计划。但是同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脏活，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民族和一个国家愿意去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去对对方进行一个莫名其妙的攻击，因为这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攻击，因为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生存性的威胁，因为整个伊朗不是说伊朗的人，而是说伊朗的现在以哈梅内伊为神权和这个主权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政权啊，表现出一种流氓政权的这种样子，他们其实不关心，就说伊朗人民是不是能够过上安康和平的生活，而是天天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这是他们执政的一个好像最高的纲领。你说谁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敌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所以这一次伊朗最近又很明显的表达了一个说他们在浓缩铀的这个方面呢，还要进一步的往前推进。那内塔尼亚胡在昨天晚上的一个演讲里头也跟以色列国民说了嘛，就说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情报认为，就说如果我们再不动手的话，伊朗做出来第一个真正能够把我们一旦和平的武器的能力，是说在1年到几个月之内。而且伊朗一直都是说以色列就是一弹之国哈，你面积那么小，我们真正的可以一个核弹就把你和平的。所以我相信积累已久，但是终于爆发了吧。曾几何时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以色列和伊朗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在70年代的时候，当整个的周边的国家来想要把这个年轻的以色列从这个地图上抹去的时候，当时是巴列维国王所领导的伊朗呢，就坚决的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原油、提供能源，好让以色列可以在这些的围攻当中仍然不仅仅是生存下去，并且胜出了。当时的当时的这个伊朗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它是在巴列维当时领导之下，它是整个世界上第9大的 GDP 啊。是伊斯兰国家当中最富的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吗？那个人民是非常的开明开放，妇女不用头巾。你如果去看当时街头上所拍摄的影片和照片，那就是跟西方国家一样。但是曾几何时，在巴列维领导的过程当中，就造成了很多的腐败，以至于呢，那人民对腐败啊，他们就开始有一些的反抗。他们没有希望能够通过现代文明法治把这些的国王家族的腐败能够抑制，却是选择一个极端的理，把这个大斧头啊就砍向整个社会体系的根。当时来挑唆的就是霍梅尼啊，霍梅尼站出来一挑唆，哇，这些年轻人这些国民马上就好像是中了魔一样的纷纷加入，就很快的就放弃了所有的现代文明和法治，开始要寻求他们的伊斯兰的当时的法律。当时有个口号，我们不依赖东方，也不依赖西方，我们只要伊斯兰。那人民在当时团结在这个霍梅尼的周围，就把这个巴列维给赶下台。很快这个国家就穿上了中世纪的铠甲。你现在来看，这个国家妇女没有任何的地位，必须要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他们居然有所谓的道德警察来就是监视所有的国民是否是符合伊斯兰的教导。所以从一个现代的民主文明法治的国家，就变成了一个神权的国家。那么不仅如此以破坏颠覆甚至是要把美国和以色列作为头号敌人除之而后快。那么不是美国和以色列不喜欢伊朗，而是伊朗首先把他们就列为了敌人。好，那么他们现在国民经济怎么样呢？现在连温饱都满足不了。
整个国民经济非常的糟糕。可是呢，他们就只怪说这都是由于外界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而根本不看他们治理过程当中的腐败低能。所以好端端那个国家就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为伊朗人民高兴，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外部的因素，可以真正让普通的伊朗人民，他们不再受那个神权的控制，然后不再在思想上、学识上和生活方式上被禁锢，然后可以能够跟上现代文明的脚步。而伊朗也就不能再成为一个恐怖国家的根源。其实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了，我们马上要在全美国100多个城市，在这个周末6月14号有一个所谓的 No Kings 没有皇帝这样子的一个游行示威哈。那当然，它表面上是叫做 No Kings 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独裁反川普把川普看作是一个独裁者。但实际上我就觉得说，实际上就是掌握在这个世界上的恶魔，这种临界的这种恶魔去掌控这个世界，并且呢去采取这种摧毁性的工作。首先第一条，我们看到说，当初跟着这些霍梅尼来进行革命的这些人，他们不仅革了巴列维的命，革了富裕的伊朗的经济的命，他们也革了自己的命。他们往往善于摧毁，但是他们不善于建造。而我们看到在洛杉矶街头这些的暴徒，他们是一个熊样，他们不善于建造，只善于摧毁。那在街头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说我的目标是摧毁整个世界的所有的国家体系，因为这些国家体系都是压迫人民的。记者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看你现在你扛了一面哥伦比亚的国旗，戴的是巴勒斯坦的围巾，你想做什么做什么，有人管你了吗？有人禁止你发言了吗？你难道不是在这个国家享受这个言论自由吗？如果你要去到那些地方，就是你所向往的地方，你难道还会享有美国给你的这些自由吗？他答不上来，但是他说我就是要看到所有一切世界上的国家政体的毁灭。没有错，很多人就像他一样，就想着要去摧毁，不要想着建造。比如说你看 No Kings 就让我想到国际歌里面一句话，叫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也不靠皇帝。共产主义这个恶魔在这个世界上摧毁了多少的体系？我们先不要讲这个前苏联哈，我们就讲这个柬埔寨好了。我们看到柬埔寨就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在人间所造的这个孽的一个修罗场。这个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是完全是毛泽东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他在所做的这些也是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借鉴出来的。城市里面的人全部赶到农村，臭老九全部被打倒，所有的这个企业主、小资本家全部被打倒、被杀戮，以至于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场悲剧，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反面教材来觉醒。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又开始去追求那种所谓的极端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有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在后面加以资助，那么好让他们可以拿着统一的这些暴乱的面具和工具来进行叛乱和暴乱。那马上100多个城市要来做了，后面已经都看到有幕后黑手来做，包括我发现我们湾区也有这样的小丑跳出来这个小丑叫做什么呢？叫做 AAPA。 我想说什么是 AAPA？ 我一看是一个叫做亚太裔激进协会，叫做 Asian American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他们呢号召要在奥克兰6月14号要去游行，
要去示威。我就在想说，难道我们这个亚洲的亚裔的美国人受这个 progressive 的这个毒害还不够多吗？那么你还是要去做一个帮凶，去给别人抬轿子，你说这有多丑恶？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伊朗从这样一个曾经富庶的国家来毁灭，就是因为这群狂热的人，他们只善拆毁，不善建造。到现在，这群马上要发起的这些人，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美国人民应该觉醒，而以色列恰恰是帮助伊朗人民有一个第二次的机会，他们悔改，他们在放弃那些的伊斯兰的神权政治，充分去争取他们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其实说起来，伊朗的事情呀，也不是说进步派所谓这些 progressive 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之所以伊朗和以色列能够上升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其实想一想哈，2015年的时候，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奥巴马当政的时候。奥巴马代表美国，其实他们的外交上也带着一些这样的 progressive 的想法，总是觉得说有的人强，有的国家强，有的国家弱，那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打压弱的哈，管不管他有没有道理呢？他是不是好和坏，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和坏了，就和稀泥。最后谈判签了一个基本上叫一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哈 JCPOA。这是由当时伊朗再加上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搞了这么一个，基本上是用联合国的框架哈，再一次世界大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跟他好好说，伊朗你也不要再继续那么快速的去提炼你的铀，我们也慢慢的减轻对你的经济制裁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制裁。伊朗答应的好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么多年，什么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每次去检查那个费劲呢？人家伊朗会跟你说真话吗？就是说，这些 progressive 的人首先表现出来一种政治上的极其的幼稚哈，总是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坏，我们要相信这些人，他坏，他不是说是因为你老欺负他才坏，你给他机会，他慢慢就会诚实起来，慢慢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敌意，慢慢他也希望自己发展吧。你看看这样搞的，其实再过8年过去，伊朗又开始比较有钱了哈，又开始搞事儿。川普第一任上来之后呢，就是 OK， 这个 deal 是一个最糟糕的 deal， 川普直接就点名，就说这个 JCPOA 啊，简直是美国在外交上签的最失败的一个条款了。就继续进行一些比较高压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其实伊朗其实又老实了很久，拜登上来呢，基本上就又把川普在第一任上做的事情呢，全部都取消了。也就是说，在这个4年当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刚才邵阳提到的10月7日的加沙，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是完完全全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对平民的攻击，掠夺人家的人民，去强奸人家的少女，简直是惨无人道哈！就这样的一个事情，能被这 progressive 在这个国家描绘的如此的说都是以色列的错哈，都是以色列在进行种族屠杀。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哈，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说马克思主义那一套，这个世界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造成的。你看看现在，只要他是有钱有权的人呢，基本上他都是靠这样的不光明手段去获得的他的位置的。所以呢，只要你弱，只要你穷，只要你可怜，甚至你没有工作，你自己都不愿意工作，这其实也都是那帮压迫你的人的错。反过来说这个周末即将举行的 No Kings 哈，无王之争啊，大家不要一个秩序嘛，我们看懂了啊，给洛杉矶没有秩序就挺好的嘛。但是如果说起来，什么是 King 呢？ King 本来其实不能说是一个，首先我觉得川普离 King 还远着呢。King 是一个基本上有无上的一种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王权，这个王权是不可能被轻而易举挑战的。但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如果说川普是个王的话，他是个什么王嘛？对不对？天天法院他的政令有时候不出白宫，对不对？你刚出来，这联邦法院就给你挡了。主流媒体呢，基本上没有改变太多的态度哈。你说什么我都批评你，我就挑芝麻拣刺。
我也一定是说不会说你的好话。你做那些有用的事情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就说尽量不要给你 credit，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无王，那还且不说，我觉得说其实国王本身，在我们基督徒看起来还有另外一个 connotation 哈，这是实际上是跟上帝有关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降世而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里头，君王不管是当权的还是你叫他总统也好，叫他国王也好，只要不是像伊朗那样的是最高精神领袖、最高领袖这样的叫法呢，我们都知道你是暂时替着一个其实至真至善至美的真理在服务别人的。那你当然，我们也应该给人家一种信任，而不是说纯粹就是为了去破坏而去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我就真的不知道，孝阳，你说他们到底要反对什么呢？他们，而且他是 no kings 哦，所以还不只是说针对川普，他还针对别人了。我想，对，首先它是一个复数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no kings 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国王啊，还不止一位。如果说你说 no king，那反川普，我还可以觉得符合民主党他在大选过以后，他充当一个反对党，只要川普说是黑，他就说是白；川普说是香，他就说是臭；川普说不能吃屎，他就要大口吃屎。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嘛。那我还可以理解，他这个所谓叫 no kings，那打扑克吗？不能抓小王，还是小王不能抓，还是什么意思？那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说它这个中间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知道一条就是什么呢？它是反秩序、反法治，它是希望通过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彰显发泄，伴随着这些的打砸抢烧，其实本身来说，我根本不需要预言，我就可以从洛杉矶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在纽约、在西雅图所发生的所谓声援洛杉矶的这些的示威活动看到，什么示威啊？就他妈的打砸抢烧哈！那根本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完全是属于那种的2020年6月份那段时间的一个重演。那我们现在看到唯一的不同是纽约，因为纽约市长 Adam 就跟川普来有一个合作，以至于纽约市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是非常的坚决。没看到很好玩，佛罗里达他的州长就和他们某一个县的县警长都出来说了，说在我们佛罗里达我们给你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平示威的权利，但是你如果胆敢，比如说去堵路、堵高速公路、堵十字路口，不让这个驾驶人从车里面出来，把他们堵在那里，对不起，这个我们允许这个驾驶人玩这个人头保龄球。什么意思？就是驾驶员有这个权利开足马力把挡他们的那些人给撞开。如果你对我们吐唾沫我们会逮捕你；如果你不听从我们的这个命令，我们会逮捕你；如果你在我们要逮捕你的时候逃跑，我们不仅会逮捕你，我们还会把你铐着。如果你对我们扔石块，或者是扔燃烧瓶，或者是拿枪逼我们，我们会通知你家属到哪个地方去收尸。总而言之，我们不惯着你，你小心，在佛罗里达就不会出现像在洛杉矶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和其他的红州相比较于这些蓝州会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的冲突和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说，哇，在这个兰州，比如说纽约州，我们看到在今天 Brooklyn 就看到一群的青少年他们就把这个汽车在一个街上拦住，就随意跳到人家的车的引擎盖上，跳到那些车的车顶上，在那里狂欢那么本身来说也看不出来他是反 IS 还是他是反川普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他就是倡导一种无秩序。那么这种的无秩序是以个人的生命财产
和商家的财产来作为代价的，你根本就是对他人的任何的不尊重，就是要建造一个无政府的一种的社会。讲到底，如果说今天我们用他们这些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话，我在猜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常常在看着街上的那些涂鸦哈，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法官，我抓到了一个在这个公共场合涂鸦的这个青少年，可能我不会去判他坐牢，我也不会去判他去把那些涂鸦清洗干净，我可能会判他拿着这个喷筒啊，把他自己家里面四面墙壁所有的床、这个的书架、电视所有东西都喷一遍，让他也尝尝看这种他的个人财产遭到毁坏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痛。其实本身来说，这种的无政府的这种秩序，是很多在社会当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没有任何说我要努力工作来换取生活的资料的这种的人，他们的一个良机啊，到现在这就是他们要来刷存在感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否则的话，在正常的秩序当中，他们哪有存在感？他们根本不好好去读书，也不好好去工作，他们只是想着不劳而获，只是想着他们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别人压迫他们了，剥削他们了。那当然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像这个苍蝇一下发现臭肉了，马上就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对他们真正的是有法律上面的一个打击和管束。我看这个标语 No Kings 啊，其实早在前一段时间我就在我们这个湾区的街头上看过了，我也不知道说这是为什么要扛一牌子上头写的 No Kings， 我当时我就心想说这是一个新口号吗？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你就没想到说人家其实后面组织了这么长时间哈，我刚才稍微查了一下，公开资料显示啊，这是一个由150多个这种所谓的非盈利机构和民间团体组成的。这些团体可以想象哈，你看一下有谁呢？首先 ACLU 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是非常的左翼的一个以打法律战哈，一群送棍，说白了就是怎么能够强词夺理就怎么来。我真的觉得说已经对美国很多司法的这种独立性和公正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的一个团体。那后面当然说这个组织后面也有索罗斯开放社会的长期的支持哈。其次呢，其实这次主要的组织者呢是一个叫50501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全国性所谓的草根组织哈，这些团体150个是草根组织，都号称自己的资金呢是由小额捐款构成，但是你仔细一看呢，没有什么团体是真正是披露他自己来源资金的哈。你但能够查到，基本上超过65%的都是一些大财团直接给他们捐过来的，有一些其实就是变相的从联邦政府各种各样，其实就是 DOGE 部门切掉的很多的这种莫名其妙的 funding 里头挤来的，它是一点点 trickle down 的这样的团体。这刚才讲的这个团体50501是为什么这个名字是这样起的？他就说50个州、50个城市。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到底是为什么呢？你听听，他也没有说直接是反川普，因为其实反川普已经反了10年了，好像已经反不动了哈。怎么反呢？川普的支持率也没有很低，最近还挺高。你说反什么呢？反这个 ICE 吗？反 ICE， 你洛杉矶就在反。已经搞得很难看了哈，人们也不支持，人们觉得说你这个其实就是趁火打劫吗？所以最后就搞了这个 No Kings。 我当然觉得说 No Kings 里头实际上是跟前一段时间 Elon Musk 和川普那个时候如胶似漆的时候有关系哈。这至少他们看起来像两个嘛，双王对吧？这个一个都是特有钱的超级富翁，都还在我们的所谓的政府里头有这么大的权势。你看，一个是说推进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帝国主义的进程，另外一个呢是拼命的把我们这些本来该我们能够分到的猪肉都给我们裁没了。但是没想到呢，
前几天伊隆马斯克和川普又给闹翻了哈，这个闹翻本身就表明了他们谁也不是王，他们互相可以说，其实说这不是难道是你们希望看到的民主吗？这不是说大家自由言论，也没有什么谁是绝对的权威。伊隆马斯克也不怕说惹了这位郑国王之后就被砍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嘛。就是说，其实说到底，这个事情还是 follow the money 哈。这些运动背后呢，它一定是有一个其实非常实际的诉求的，只是说有太多的人呢，特别容易被这样的一种表面化的东西去蛊惑，总是觉得是哈，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啊，所以怎么可能有王的？但是你也不研究君主立宪制是什么意思，君主制是什么意思？那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民主制又是什么？差这么远，好意思用这个词儿吗？我心想都是。是啊，我看到一个记者啊，他就在街头去采访那些反川普的人，举了一个牌子说川普是毁灭美国宪政的这样子的一个罪魁祸首。问了一圈，这些的示威者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大概都是60-70岁的白人的老头老太太，就问他说：“那你说川普是这个破坏宪政，你读过美国宪法吗？你知道美国宪法有多少条吗 ？How many articles are there in the U.S. Constitution？” 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那些老太太根本就连宪法都没看过，所以更不用讲说目前川普他所行使的很多的权利是宪法所赋予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凭着很盲目的一些的想法就去了。还有纯粹去摸鱼去的还有我不讲了吗？这种平常属于这个乡里当中的恶棍，他们如果在平常他打砸抢烧，似乎马上警察就会把他抓起来。那么现在呢，他趁乱，甚至想的是法不责众于是呢，他就出来捞一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这群乌合之众，你刚刚讲的那150个所谓的非营利组织，我马上就想到说，很多搞不好就是以前 US 这个 Aid 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资助的这些非营利组织，还包括这个点我是肯定的 Churla 在旧金山在洛杉矶暴动的时候，在后面这个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什么移民人性化权利组织洛杉矶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在过去从加州政府拿了纳税人的3400万美元的资助，那么现在好来针对我们这些纳税人来做这种破坏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人民应该擦亮眼睛，真正来看到说，这是否是来真正保护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主流媒体实际上我要在这里继续再讲，这些主流媒体他们实际上是充当了一个帮凶的作用，他们不如实的来报道，就动不动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基本和平示威那你只要这样想，如果有100个示威者，其中10个人拿这个石头开始攻击警察，你也可以讲说，只要不达到51个，那就是基本上和平示威。但是你要看到说，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不是和平示威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这些游行的组织人，实际上就必须要对这些可能发生的破坏来负责任。那你说我的动机是好的，可是有人混进来做了破坏的事情，我不用负责任。那么本身来说，你就要想到说，那好，你为什么要去在这种繁华的市中心来进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到比如说奥克兰，你就到湖边嘛，你就到这个湾的旁边嘛，你去示威，那就不会去影响到交通，不会影响到这些居民他们的财产的安全。其实这些本身来说，他们就是嫌事不够大，他们就是能造成多大的破坏，造成多大的破坏。讲的不好听点，就好像在地上耍赖的那个小孩一样的，他能够吸引多少的注意力，就吸引多少的注意力。如果说他没有任何的制约他的方式，他可以去摔东西，不用负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些本身来说，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种的乱象，也是讲到底，民主党他在后面所操纵的
故意要达成的，暴露出他们的丑恶面目的这样的一种的罪行。他们还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选择6月14号，是因为川普之前宣布了6月14号他要搞一个阅兵仪式嘛，就盛大的军事阅兵在华盛顿。好呢，这一天也不知道是刚好了还是他是这么设计的哈，反正也是川普自己的生日。那这个事情呢，这一传百，马上就把它描绘成一个，他把自己变成是一个为自己加冕、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一个事情。我当时觉得说这个事情可以批评哈，其实说我相信我们身边也有朋友也觉得说，干嘛要搞阅兵？搞阅兵感觉有一点点像这种朝鲜啦、前苏联啊这样的一种真的是独裁的国家的感受。但是我相信看过美国的阅兵的仪式哈，首先美国的阅兵仪式不像说这种集权国家有这样的巨大的方阵哈，整齐划一的这样的一个，一看就是军训了3年之后的那种结果，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浪费。那它其实主要我觉得是面对的是外部环境剧烈变化，也就是说有很多流氓国家现在越来越胆大了哈，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的伊朗，他要以这种力量去实现和平的这个信息，他希望不仅仅是说国外的人这些 rogue nations 这些流氓国家清楚无误的知道，也让自己的国民呢，至少说对自己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信心，心里是愿意这样相信。但是我同时觉得，如果他们说针对这一点的话，批评是可以的，但是值不值得去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东西哈，花这么多人和钱，其实后面他们都要花很多钱。你觉得那些搞那些标语，搞这些串联活动不要钱吗？其实要的，这花的是谁的钱呢？其实就是真正那个问题，这些钱呢，很可能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我们纳税人的钱呢，就被浪费的去干了这个毫无意义的事情了。我倒觉得说，当然这个国家是个允许人们去表达自由言论、允许集会、允许示威的，这是这个国家很美妙的地方。我只是说反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虚伪的诉求，他们讲出来，比如说诉求说拒绝威权主义，反对把这个美国治理成国王的统治。刚才我们已经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立的一个表面化的一个口号啊，说反对以亿万富翁利益为优先的政策。其实你说川普的那个 One Big Beautiful Bill 里头，实际上把电车的补贴减了呀，那他其实之前的革命伙伴或者说另一个王伊隆马斯克按道理本来是可以受到这样的好处，为什么另一个王还把他的好处减了呢？这很显然他们两个的诉求不是在就说咱们彼此都让自己的中饱私囊这样的一个东西吧，所谓说强调这个国旗属于全体美国人而不是总统个人啊。川普就是因为碰到了他的生日，这个国旗就成了他个人家的家旗了，是吗？即使他心里头真的是混蛋到要这么想的话，你觉得你说出来有5个美国人相信这个东西他打出来其实为了荣耀自己吗？所以就是说他这个集会呢选在费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费城其实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也动静挺大的哈。每一次大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至少说有很多的疯传了。那个地方其实投票的这种作弊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你再联系一段，其实2个月多之前还有一场基本上是由同样的团体组织的，叫 Hands Off 那个时候的 Hands Off 就是说不要动我们的弓弩啊，这个 Elon Musk 你这种根本就不是民选的官员，凭什么要把你的手伸进我们的 IRS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为什么要去查我们联邦政府各个账？你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你看那个活动其实真没闹出来什么动静哈。当然我要说的就是说，是不是 mostly peaceful 呢？也是的，我相信我们身边也有朋友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也是带着一腔很理想主义的，觉得说我看不惯这个事情我就去了，甚至在游行活动当中也穿得美美的，也留了不少挺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那样是 OK 的哈。但是说真的，不要把自己的一个美善的一个心意呢，被另一帮其实你根本也不理解、你也不认识的人去利用哈，我觉得那样是蛮可惜的了。对其实讲到这个阅兵其实它本身在拜登的这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这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因为250年嘛，所以毕竟它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里程碑。所以这个阅兵本身来说，并不是川普上台过以后一拍脑袋说要给我庆生，所以就才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要花钱，司法部长他就披露了，说因为洛杉矶的暴乱，所以呢派国民兵和派海军陆战队进去，把这个整个局势稳定下来，要花联邦政府$1.34亿。那么$1.34亿，你说做什么不好？那本身来说，就是因为这些人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不得不去出动警力和兵力来控制。那么这个本身来说，你就可以看到究竟一个国家建设起来非常难，要想破坏太容易了。而这些的政客，包括纽森，包括洛杉矶的市长，他们就是想要制造这样子的一种的动乱，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对抗的一个领袖，来为自己来谋取私利。那你像索罗斯，他在给纽森的竞选经费都捐了不止$100万，这个都是有账可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知道他后面是有他自己的政治动机的。如果这群人不幸在这个整个游行的过程当中被逮捕了，影响到他们将来的就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其他的生活，那这笔账纽森会帮你付吗？洛杉矶的市长会帮你付吗？所以千万不要被别人利用。我在这个 TikTok 上看到有好几个都是他们自己说，有人愿意雇他们一天$150或者$200，就要去星期六去参加这个活动，目的就是要来挑起和警察的争端，讲的都非常的清楚，还说会有人发砖头来给他们，来保护他们自己。我听了以后我就笑死掉了，原来拿砖头砸警察是要保护他自己啊。那本身假如你说你是和平的示威的话，那警察会来伤你吗？不会啊。那过去的这个 hands off 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啊，除非你是自己去挑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希望别的州，包括我们加州的县警长，可以像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县警长一样那么义气，告诉你说，你胆敢来挑动试探法律的尊严，那么就请你尝尝美国法律的铁拳。昨天吧，我觉得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不是来洛杉矶了嘛？他在那儿还在其实念一个他的公告吧，或者是一个对外的信息，不是一个提问环节啊，不是那种就说我现在可以打开大家去有什么问题问。这个时候呢，这个加州的在联邦的参议员 Alex Padilla 就好像义愤填膺的进去就要往这个台前走。就说我要说几句话怎么的？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扰乱秩序呢，就被特勤人员等于说推，特勤人员往外推，如果他还拒不去配合，还想往前闯的话，那就更多的特勤人员过来，真的就把他扭出去了。扭出去之后，有一个人用手机拍的镜头，真的把他来，请你先生，很尊敬他的哈 ，Sir， 你现在必须得躺在地上，我们得把你铐起来了。他肯定是。我觉得 Alex 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本身就有一点点表演的性质哈。其实他是知道碰瓷儿，我觉得真的是碰瓷。你知道，你也作为一个官员，人家不是自己一个自由发言的时间，你要这样去做，我相信他也挺希望说最后被搞到地下，最后他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好像为了无证移民哈，人家的词。其实就是非法移民的所谓的人权呢，我们勇敢的站出来，这个事情本身挺有说明性的。那仔细想一想，就说2020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点燃了很多城市的这个 BLM 运动，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人受伤，很多人甚至有一些人真的死掉了哈，有警察死的，有平民死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去西雅图，在1年之后去了那个 BLM 他们曾经占领的一个区，那个区的商业仍然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哈，人们其实对那个区域就有一点点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了。而你想想，除了
有那么多的标语出来，除了给这个所谓的乔治·弗洛伊德立了个铜像之外，他真的怎么样去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了这个美国社会了呢？是说因为这个口号喊完之后，美国的种族问题然后就得到了根治了吗？我是觉得大家这个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以去思考。那反过来呢，这个 No Kings， 那在刚才我们所讲的，他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信息，这样的一个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姿态，又能怎么样去让这个国家得益？我是觉得很受怀疑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让我们觉得乐观的地方在于说，在2024年的大选里头，我们看到其实更多的年轻人不怎么买账这一套东西了哈。就像孝阳刚才讲的，这些参与这些街头运动的人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老化，而这种明显的老化是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逐渐的固化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其实看的是钱包，喊的是口号，其实也没有真实的一个领导力，年轻人也不买账。所以我们看看哈，说民主党，这很显然是民主党还在寻找自己的灵魂的一个 soul search 的过程。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近乎羞辱的一次失败当中，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论述哈。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至少在中期选举里头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呢？不知道，咱先上街去搞一搞吧。我就是这么解读的，少阳。是，其实这里面也的确看到了民主党他在这个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要有效的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诉求。那本身来说这些从他所喊出的这种 No Kings， 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是在喊什么东西。你说反独裁，这个国家三权分立，不可能独裁，这是我们的宪法所规定的。反缔结非法移民出境，那克林顿缔结了1100万，奥巴马缔结了370万，就哪怕这个不争气的拜登，在2024年他自己政府公布，他缔结了27万，不是27万对，27万人。那么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缔结，你们都不反对？偏到川普上台了，你们就缔结就不能缔结了啊？讲到底 ，ICE 它是联邦警察的一个部分啊，它也是警察，你别把村干部不当是这个领导，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执法机构。你说我本地的这些警察，市里面的警察，我不敢去惹他们，联邦来的我就要去惹他们。其实，在法治社会里面是一样的。那么，你对于执法的警察，你就必须不得阻碍他们的公务。讲到底就这么回事。而他们是执行法律的，你不去怪执行法律的你去怪这执行法律的，这也讲不过去啊。那假如这些游行的人真正的他们是觉得不应该去缔结这些的非法移民的话，他应该去找这些当地的国会的议员他去反映请他们代表他在国会投票立法去修改现在的移民法。换句话来说，现在川普所做的ICE所做的不仅仅不是不违法，而是执法，而且是得到美国的1半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讲到底，这个你不能够因为你自己对这个法律不认同，你就以身试法，要去破坏这个法律的执行，这个讲不过去，也不是民主的一种的体现。我们说的也差不多了哈，反正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伊朗和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攻击伊朗，来去预防性的为自己的生存权利做出来一个抗争，还是说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乱象呢？其实还真的能找出来一个共同的关键字，就是革命。你知道，那伊朗的这个叫革命卫队，人家自从巴列维被推下伊斯兰革命之后那真是说革命啥意思？基本上中文里头那个就是要把你的命给你干掉的，所以伊朗就是要把以色列灭掉，这是人家说的清清楚楚的。那看起来就是说他这次被打脸了没有人可以允许这样的一个口号和实际上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恶，因为我们基督徒说他心里头怎么想，口里就说出来他把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羡慕嫉妒恨呢，与这样的一种威胁和这样的霸凌的姿态说出来，他如今得到惩罚，我觉得也挺好的。那其实川普呢不是一个革命家，川普有人说
其实前些年的这样的一个左翼的运动，这才叫真正的革命呢。他们是要革美国的本来的自己的精神的那个命，川普只是一个反革命，你知道？但是同样的这个语境里头，大家都从中国文革也看过哈，反革命在那些共产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头，那就是很糟糕的。革命的就好，反革命就不好。没有，我其实觉得是吧，人是为了喜乐和平和别人和自己啊，都是这样。我们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希望能够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别在这儿和稀泥。所以我们看完了这个周末，希望不要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哈，也希望就说伊朗也能够真正的稍微谦卑一点，放下自己那个不切实际的野心，和以色列也好，和美国呢，好好的谈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议。好吧，我们感谢今天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感谢您也点赞、分享、评论，再见。